这鸟妖实在也是个不靠谱的，问他家乡有何特点，他想了会，只笑道：“我家那处的姑娘都很漂亮。”气得魏无羡真想拿陈情将他了结了算了。再经他们分析，云梦是魏无羡熟悉地界，想必两人之前常来，沾染上其气味也有可能。没有其他线索，便决定从云梦开始寻起，待姑苏那方有回音再做打算。一连几天过去，夜空对两人是毫不尴尬，拉着他们跑最好的客栈，吃遍云梦最好的酒楼。这原本是魏无羡说要做的事，那些太豪华的酒楼他还真没怎么去过。不过本也不是铺张浪费的人，他也是说说而已，拉着蓝忘机逛来转去也没怎么大花钱，现在竟被这鸟妖拉来拉去。每每吃到甚好吃的，看到甚好看的，夜空经常不自觉笑道：“这个阿苏定然喜欢。”已经离去那么久的心上人，却依然活在他的心里。他想着他笑起来的样子，有些开心，但又总带着些落寞。每思及此，魏无羡便和他计较不起来，也由着他去了。魏无羡当真想尽快解决这鸟妖粘得他们死紧，他和蓝忘机都亲热不了了，甚至全然没心没肺似的，吃吃喝喝毫不害臊。偶然想起一些事，不管他们在干嘛，就兴奋地告诉他们，比如家乡的山头离城镇很远呀，比如家乡常年多雨啊，但是都是没有关键信息，没有头绪，还真不好找。掌柜的看眼前三个公子都俊秀非常，气质不凡，恭恭敬敬地问道：“三位公子要几间房？”“1间。”夜空靠过去对魏无羡巧声道：“我反省过了，我可以化为鸟形，睡枕头上就行，省钱。”蓝忘机上前将两人隔开，淡声对掌柜道：“2间。”掌柜满脸的笑着递过钥匙，一边吩咐小二带人去房间。魏无羡跟着蓝忘机走了，夜空也赶忙跟过去，嘴上还不忘继续：“哎，怎么不要1间？我真的可以睡枕头的。”夜空，魏无羡通常叫他鸟人，难得叫他名字，道：“你怎地也在人间活了几百几十年？不知道有种说法，你这样的会被驴踢。”“啊？为何？驴踢人很痛吧？我可不要。”夜空说的一腔委屈，魏无羡便一脚踢他进门，道了句：“那便好好待着。”魏无羡无情的将门一关，也不管夜空委屈的声音，拉着蓝忘机进了另一间房。“委屈个屁，我才委屈呢！”每次魏无羡好容易拉着蓝忘机想亲热一会，这个鸟人都要凑过来，一下这个事，一下那个事。蓝忘机又是个面皮特别薄的，几次下来是坚决不在外边和他亲亲挨挨了，他都要委屈死了。心里委屈，自是不高兴的，胡乱洗了个澡，便坐在榻边晾他白花花的大长腿。待蓝忘机洗得出来，只看他身上又是不好好擦干就穿衣，心下无奈，拿起干毛巾过去给他擦头发。“不擦干，要着凉的。”语气还是那般冷冷的，手下的动作却轻轻柔柔。魏无羡感受着蓝忘机修长手指的轻柔按摩，舒服的都要眯起眼，将头发挽到一侧，顺着他顺滑的发丝轻擦，另一侧露出魏无羡洁白而线条完美的颈脖。他们穿的是客栈里准备的寝衣，本就宽松，魏无羡又不肯好好穿，随意拉扯便松松垮垮搭在身上，也遮挡不了什么。因刚洗完澡，还氤氲着湿气，质地轻薄的寝衣浸染水汽，湿润的都有些透明，映着烛火，闪着莫名动人的光。蓝忘机低下头，在他脖子亲了一口，手下的动作也停了，改为从后面抱着他，复又在他颈脖处舔吻起来。魏无羡些微有些痒意，轻轻地笑起来，转过身碰着蓝忘机好看的脸，吧唧亲了一大口，道：“二哥哥可知道，这几天委屈死我了。”“蓝忘机还了他一口：“我知。”自是没有知恩不报的道理，况且这鸟人又不作恶，也只是个痴情的。他又道：“二哥哥，咱们这趟也是齐了，怎地遇上的一个比一个痴？”魏无羡勾上他的脖子，将两人拉近了些，道：“不会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，他们呀，一个都比不上我家二哥哥呢。”温热气息浮在面上，魏无羡嘴角含笑，越靠越近贴了上来，唇齿相交，便是刚才勾上烈火。蓝忘机毫不迟疑，进入他的口腔就是一顿攻略城池，几番搅动就弄得魏无羡在他怀里浑身颤抖，即使放过他被咬得发麻的舌，也还在他唇瓣撕磨良久，末了在他下唇轻咬了一下，蓝忘机才不舍得放开他。魏无羡双眼迷离，锁不住的口液沿着发红的唇瓣溢出，蓝忘机在他唇角轻轻摩擦，那双浅色的双瞳直勾勾地望着他，清冷如旧，
却总是忘得他欲罢不能。魏无羡扯开蓝忘机的寝衣，对着人就是一阵乱摸，摸到他背上凹凸不平的可怖伤痕，又十分心疼的轻轻抚着，想要给他安慰般，蓝忘机似感觉到了，又轻轻地吻了他一下。二哥哥，魏无羡抬头望他，语气拖得长长的，前些天说不给我的呢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两位仙师，一声兴奋的呼喊从青眼的窗户中闯进来。我想起来了，沿着我家乡那处山脉有官道。话还没说完，看清眼前的画面，夜空老脸一红，到嘴边的话全都被吓没了。魏无羡一手操起放在榻边的矮凳，也管不得刚才蓝忘机折叠整齐放在矮凳上的衣物散落在地，毫不留情朝夜空砸过去。你还是去给驴踢死吧！连鸟带凳一起飞出窗外。魏无羡起身去看他，就见蓝忘机双眼无神愣在那，面色比以前都要惨白。蓝湛，蓝湛！魏无羡发誓，他明天就要那个鸟好看。江澄单手扶额，眉毛抽动，现在他只觉得头痛，非常痛。今早一起来，本觉得心情不错，清清爽爽的出门，可还没走到教场呢，就见管事面色复杂，急急忙忙跑过来报：宗主，韩光君和仪陵老祖来了。管事也是一大早就听门声报来，心知两位都是得罪不起的主，先去将人带到大堂，好茶奉上，才急忙来寻江澄。江澄心下也是奇怪，以往魏无羡除了江宴离忌日，即使到了云梦也甚少过来的，这次也说要到处吃喝玩乐不过来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？这么想着，他脚步不自觉加快了些。江澄刚赶到大堂，还没得出声问呢，外边精灵带着仙子兴高采烈冲了进来：舅舅，蓝湛救我呀！啊！三声几乎无缝链接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更多完整版小说，感受望羡如何实践天天就是天天。